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台车集合了领克的很多个第一，它是领克的第一台纯电车、第一台轿车、第一台搭载激光雷达的车，更是最还原 The Next Day 概念车的车，它就是领克的 Z10。今天呢，实际上看到这台车外观的时候，我还是被它小小的惊艳了一下。首先呢，这台车它肉眼看起来体量感是非常足的，毕竟这台车它的车长超过了5米，车宽接近2米，所以说它放在那儿，你就能够感受到它所带来的气势。其次，在外观设计方面，领克的 Z10呢，它采用的是领克08一个系列的设计语言 ，Y 字形的前大灯中间有4个小长条相连接，下面呢是贯穿式的灯带。这个车的灯组哈，我觉得真的还挺厉害的。之前在路上总会看到有一些鬼火少年把自己的车灯改成粉的、蓝的、紫的，在这台车上呢，你不用改装它了，它自带256色的 RGB 幻彩交互灯语。灯带在下面呢是主动式的进气格栅，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，你纯电车为什么还要用进气格栅呢？其实哈，电池也是需要散热的，这个也很好理解，就像我们手机玩久了也一样会发烫。侧面呢，我觉得有一点是比较有设计感的，它把车门和玻璃处的这个连接处设置了一个凹槽，这个凹槽呢，它就是用来隐藏胶条的，这样呢，看起来车身的漆面和玻璃的交接处会更加的顺滑。下面的隐藏式门把手，只需要把手放在这儿，这个门就会自己弹出，然后你关门。也是电系的，是不是感觉一下就优雅起来了？往后看呢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溜背设计，紧接着连接的就是一个主动升降尾翼，在你的车速超过7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展开；车速小于3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会自动折叠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觉得尾翼打开的时候比较帅，也可以通过车机把它设置成一直开启的状态。这台车的内饰稍微拉远一点，第一眼看过去可能会觉得平平无奇，就是普通新能源车的一个常规的布局。但是呢，其实你仔细看就会发现，它在一些细节的设计里面还是有很多小小的巧思在里面的。首先，这个仪表盘它是窄窄长长的一条，显示的信息呢确实很充足的，跟这个双辐式方向盘的位置卡的也很好。我刚刚调节了一下，在我的舒适驾驶坐姿，它是不会遮挡视线的。方向盘、手机无线充电板、车窗后视镜调节按钮处加入了玫瑰金的饰条，你不要小看这个小配件的加入哈，在整个内饰中它属于是一个画龙点睛的存在。扶手箱的开启按钮采用的是类似水晶的材质，里面印有领克的 logo， 打开之后是3个香薰。中控屏的后面设置了2个空调出风口，这个出风口设置在这里其实就很细节。我们平时开车正常的姿势是39点持握嘛，如果说空调出风口在常规的这个位置，那夏天吹空调开车开久了手就会觉得特别的冷，而空调出风口抬高之后，它就不会那么的容易吹到我们的手。再有呢，就是内饰的材质方面了，车顶这里是麂皮绒的材质，然后我们视线往这边一转，看我脑袋顶上的这个是一个眼镜盒，这个扣还是磁吸的，是不是质感一下就起来了？在智能化方面，车机系统它和领克08一样，用的是和魅族联合研发的那一套，小窗模式、功能栏、自定义这些功能都有，操作逻辑和流畅性，刚刚我体验了一下，其实还是不错的。我要提的一点就是可玩性方面，我没有在这台车机里面找到任何的游戏，但是呢，我找到了作业帮的直播课，还有美图秀秀这2个 app 出现在车机里面，真的就有点搞笑。运动化的爸爸也要鸡娃上补习班吗？还有，真的会有人在车机里面 P 图吗？最后一点，23个扬声器的哈曼卡顿音响。关于这个测评音响应该放什么歌，我跟我们摄影老师聊了一下，他说我们的粉丝是听不出来的，所以我们放点我们喜欢的歌。OK， 我们来听一首《一路向北》。世界里的世界，越来越远的道别。这个低音多么醇厚。在讲后排空间之前，我还是想站在车外让大家看一下这台车的侧面。你看，4轮4角的设计，再加上3005毫米的轴距，保障了整台车的纵向空间。进入车内，以我170的身高坐在后排，膝前有2拳多，头顶还有1拳多的距离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是180或者185往上的话，坐在这儿可能会觉得头部空间会稍微有一点局促。后排的这个中央扶手放下来之后，这里是一个调节面板，这边打开是一个杯架，这里呢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储物格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装饰作用更大一点吧，毕竟这里真的是容量太小了。后排还有一个比较细节的小设计，你看这里这个地方。它给你包了皮质，其实是让你来放胳膊的。关上门之后，它正好可以和车门这个扶手连成一条线，放在这里其实还是挺舒服的。
领克这个品牌一向是以运动著称的，这台 Z10也不例外。它的峰值功率可以达到580千瓦，最大的扭矩达到810牛米，加速的性能呢可以达到3.5秒，再加上双腔空悬和 CDC 电磁悬架，它跑在路上的性能可想而知。在续航方面，就目前领克所申报的信息来看呢，它预计是将会提供602、702、766和806公里4种可选。同时呢，据说它还会提供目前全球量产最快的充电速度，15分钟可以补能573公里。这个补能速度我真的惊呆了。要知道哈，一些中小型车它一箱油也就才跑500公里左右。如果说这个数据是真的，那充电和加油还有什么区别？那今天看起来呢，这台车它的优势其实是非常明显的，外观、动力、续航、充电、内饰材质、智驾等等的各个方面，领克已经把它抬到一个比较高的 level 了。这么高的 level， 再结合一下目前得到的信息，这台车它的价格可能要在25万还要再往上走，也就是说要比明星产品小米SU7和畅销产品特斯拉的 Model 3更贵一些。那么领克对于它的定位也是可想而知了，真材实料，但是不打价格战。那么这台车你们觉得满意吗？我是梦萌，下期见啦，拜拜。